Golden Top。现在时间是10月10号早上7点05分。然后我们刚刚第一站从台北搭华航飞来了法兰克福，然后呢，等一下要再转搭汉莎航空到柏林，希望我们可以顺顺利利。我们现在在登机门前候补法兰克福飞柏林的班机。然后刚刚想说，反正还有点时间，就各买了一个面包，像我们刚刚不久前才吃完早餐，或者是德国最经典的止水面包，里面加萨拉米，或者是可颂加火腿。给大家看一下外面的 view。到了。风超大。到柏林啦！下雨，天气有点阴，小飘雨。哇，这个天气有在冷欸。OK， 我们点了2个，一个是咖喱的德国香肠，然后一个是类似大汉堡，就是面包里面加了一个也是香肠这样子，来吃看看。好吃。吃起来是不太像香肠，很像黑欧蕾。对。它这个面包应该是法国面包。OK。我们现在在这是哪里？布兰登堡门。刚好像遇到他们这边军人在招募的活动。对，就是很多军人呐，然后有人在唱歌这样。小摊贩，感觉是在招募志愿役。宣传的感觉。对，所以声音比较吵一点。这边讲解一下布兰登堡门的一些相关的历史。布兰登堡门呢，就是像巴黎也有凯旋门嘛，那其实布兰登堡门就算是柏林的凯旋门，它现在在这边其实就是象征着一个欧洲的和平跟统一。那它上面有4个战马跟一个胜利女神，那这些雕像就其实有被摧毁过蛮多次，那现在的雕像就是已经重建过的。对，然后这个雕像呢，之前有被拿破仑偷到法国过，之前有跟法国打仗了，但是战败，然后被拿破仑抢去法国这样子，对。但是后来，因为他们好像法国又投降吧，他们又把它抢回来，然后现在就是放在这个门上面。记载纳粹时期他们的国定假日。好，我们现在大致上逛完了 Topography of Terrors， 就是中文就是恐怖地形图。对，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博物馆。那它博物馆所在的位置就是以前在2、3时期纳粹的算是行政总部，就是党部这样子。那这边就是记录了很多当时他们在这个地方对一些人民的迫害，就是他们当时怎么样洗脑
人民的想法，然后还有一些党卫队，就是专门执行，就是可能看到犹太人、残障人士如果被诊断出是智力不足，然后同性恋什么，就会被抓在这边，然后被迫害、被杀害这样子。看完是心情上会有点沉重。如果对德国历史以及纳粹对人民迫害有兴趣的人，我非常推荐这个景点，因为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感受到那时候发生的一切。好，在我们身后的呢，就是著名的 Checkpoint Charlie。那它就是当时苏联建了柏林围墙，分开把东柏林跟西柏林分开。那这个点就是当时的检查的哨站，这样子。要过境的时候要认识检查。对，那为什么是 Checkpoint Charlie？ 为什么是 Charlie 呢？不知道，这就留给观众无从得知。帮我们在留言板上补充说明。对，那这边附近非常的繁华，什么商店都有，但当时应该是蛮紧张的一个点。哇，好大！好，现在是第二天早上。早安。我们要来开箱一下我们的住的这个 Airbnb。好，我现在站的位置是门口。好，一进来这样子。那右边有一个简易的厕所，不过它是没有附，就是欧洲的其实 Airbnb 不会附盥洗用具，只有简单的洗发精等等，所以大家刷什么都需要自备。这边有个全身镜，然后左边跟右边有分别有2个门，那它们其实是连通的啦，就是左边这边是一个厨房，然后右手边的话就是客厅跟卧室。那你先。一进来就看到超宽阔的空间，真的超大，超级赞。它的房型其实就是蛮方方正正的，然后就有一个简单的沙发，对，然后右手边呢，这边就是房间。那冬天来的话，它其实都有配，每个房间都有那个暖炉，只是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开，所以昨天晚上就没有用，不过也没有到太冷。再来，我觉得是这间的亮点，重头戏就是这个角落空间。对，这边居然有一个小小的类似阳台，而且这真的就是在市中心的车站附近，所以就可以看到外面人来人往 ，view 超级好，然后可以看到这个电视塔。好，那这一间的费用的话，一个晚上是大概7500块台币，不是很便宜啊，但是我觉得住起来蛮舒服的。现在要去吃一家叫做 Sophie 的早餐面包店。我们现在到 Sophie 的面包店了。一家它算是社区，就是那种小众的面包店啦。对，但是人超级多，超多，而且几乎没有外国人，只有我们一组，而且亚洲人也只有我们，我觉得这也棒。然后刚刚点了一个 cheese and ham sandwich，然后还有一个甜的面包在这边 ，savory croissant， 还有一个 cheese plate，egg and cheese plate， 还有个小庭院，等一下看看好不好吃。超级好吃。
有点盐，很好吃。很咸啊。这个面包超好，去死啊！我觉得跟它的一模一样。就是它组装好，只是它的组装好，我就没有组装好。最后来吃这个可颂。掉了一整皮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超级千层。芝麻味哦。刀夫。我们现在要去一个当地的市场，就是那种室内的，然后有卖生鲜啊、杂货等等的，然后它叫做 Market Neun。 Market Neun 应该是这样念吧？公车来了。好，现在到这个 Market Neun maybe 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好吃的跟好玩的。在国外真的很喜欢逛这种市集，你呢 Me too。哦，它有很多那个不同种的意大利面，这香菇，哇，绿色的。好，现在在市场看到一个，好像听说很有名的拍照片的证件照，3欧，你查到了4张3欧，拍起来会长这样，黑白的，真的很像在拍证件照。来，我先睡喽。好，来挤一下，哇，好挤。超小，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，他会倒数吗？应该会。好，拍完之后，他这边写要等5分钟，刚超错愕，因为他也不会倒数，也不知道看哪里，就不知道看哪里，然后就突然拍了，拍起来应该会就是很惊吓的表现。这个会不会太满版？而且他们零修图的部分，对啊，最写实的，第一张根本完全没准备，看起来超好笑。好，我们现在到 Burger Mister。那这家 Burger Mister 它是位在那个铁路，就真的就是在那个这种地铁的桥的正下方，这样，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上面会有地铁经过这样。然后听说这是全德国最好吃的汉堡。哦，蔬菜。Chili cheeseburger。汉堡里面有蔬菜，哇，它煎得很焦脆。哦，它区域是加辣椒。对。薯条超好吃，它的口感是麦当劳那种，然后它加很多盐巴，所以很酥脆咸。很咸。超咸。好，我们现在在柏林有名的 East， 这边是哪里 East Side Gallery， ？East Side Gallery。后面就是著名的兄弟之吻的涂鸦，对，人超多的。那这边就是有一整面墙，然后都有不同
各式各样的涂鸦这样。但我觉得意外的，好像这一面大家也没有就是只有聚集在这一面墙，大家都是认真的看了所有的涂鸦。还不错啊，就是看起来也是蛮多不同的画作，有的是在讽刺一些时事啊，有的可以来逛逛看。这应该是普丁吧？我现在在一个公园休息，然后刚刚在旁边的咖啡厅买了咖啡。好，在我们身后的呢，就是柏林知名的地标电视塔。柏林电视塔。对，基本上在柏林市区逛街，随便抬头一看都看得到它，因为它是这边最高的建筑物。我们现在要去吃晚餐，对，也是吃这个德国菜这种菜系，都是各种香肠，对。然后它叫做 George Brew， 就是类似啤酒屋吧，也是啤酒屋。啤酒屋，然后靠河。跟昨天吃的那间差不多。那我们就来比较看看这两家哪一家比较好吃。究竟是连锁店比较好呢，还是独立的店比较好？我这间是独立的，就是它不是连锁的这样。啤酒屋还是比较小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再来比较看看。这个马铃薯很特别，它也不是一般的马铃薯泥，你看它就是还有点 QQ 的这样，很像麻糬，一颗球。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吗？马铃薯加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OK， 我们吃完了。这家刚刚讲 George， 但发现根本讲错，是这个应该是 Georg， 德文啊，反正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讲。你觉得好吃吗？跟昨天那家比？我觉得这家好吃很多，而且就第一个就是它的上菜速度跟昨天那一家连锁的就差很多，它就真的比较慢，所以我觉得它就真的有用心在煮。可能连锁的它可能就是比较流程已经精简化，然后到速度就是可以翻桌率。然后我觉得它的猪脚，我是点猪脚嘛，猪脚的肉比昨天的软嫩很多，像昨天就有点干干的，有点硬这样子，就还蛮好吃的。然后他今天点了猪排的话也是，我觉得也是蛮好吃的，因为炸猪排基本上不太会太难吃的。然后我觉得这个盐面包还是真的算是必点，然后加奶油，我觉得嘿。对，这样子说下来，就是大家知道，如果有人要来德国，就来吃这家就好。昨天那一家不要去吃。昨天那一家，但我觉得昨天那家品牌是一个历史吧，因为它我觉得不需要，就是选一家吃就好。现在要来逛德国的药妆店，然后它其实这就跟台湾的屈臣氏差不多，也算是 CP 值好物很多的药妆店。然后我刚刚上午的时候已经来帮我妈买了很多她要代购的，就是精油。现在我们想要再来收刮一下，看还有没有什么 CP 值好物可以带回台湾。来德国就是要买这边的保健食品。德国的鱼油也很有名，这个双星牌蛮多人推荐的，也是要来买一下。这个一盒80颗装，80颗多少钱？才5.95，才将近快6欧。这边的发泡锭也超级便宜，而且款式非常多。看一下这发泡锭，一条不到1欧，连台币40块都不到，超夸张的，超级便宜。这个人现在来帮妈妈扫货了。
这个牌子听说保湿效果很好，它黄色是抗皱啊，还有很多其他颜色啊，橘色、紫色、粉红色的，每个功效都不太一样。橘色好像是维他命 C 的吧，那就让大家自行上网去查